好了，又到了我們1年1度的這個手機大橫評的時間了，是不是期待已久了呢？嘿嘿，不少同學應該還記得我們去年出的這個大橫評吧？各家的旗艦機從標準杯到超大杯都被我們狠狠扒了底褲啊。那麼今年我們決定加大力度，把這一代啊，不光是各種旗艦機，還包括次旗艦和中端機一起囊括進來了。整個大橫評也會分成4期，遊戲性能、續航、影像和系統流暢度，我們的標準也會比去年更加的嚴苛。不僅引入了更多手段来扒出手機廠商們的各種小動作啊，更是會引入更多的維度，更全面的評價這一代手機。實話說啊，這個工作量非常爆炸，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點一個讚，留個言，轉發一下，支持我們不過分吧。那麼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手机厂商们作弊的重灾区，也就是游戏性能。众所周知，手机厂商在新机上市之前呢，都会给我们寄送媒体机来评测，其中啊也有很多是上手体验，也就是恰饭视频。那媒体机这个东西呢，就很微妙啊，很多的厂商呢都是喜歡在媒體機上搞點小動作的啊。首先對你的這個芯片體質精挑細選，選出那些體質好、功耗低的，然後啊針對媒體的測試流程定向推送調度策略，特挑加特調。反正機器開售前我們也沒法買零售機來驗證嘛，但凡你想要掐這一波首發的流量呢，就得乖乖的忍氣吞聲啊。其實我們在去年的大橫評裡就已經把這個事兒拉出來鞭策過各大廠商了。那會兒我們為了避嫌，還只是拿機型 A、機型 B 來指代。我本來以為大家應該會收斂一點的吧，但沒想到啊，去年這些新機不但沒收斂，反而還在作弊的路上是越走越遠，變本加厲了。很大的一個原因啊，是這一代的815和9500都屬於擠牙膏升級的芯片。如果不在媒體機上動手腳，真的很難和上一代的8E還有9400拉開差距啊。今年的消費者其實已經完全不相信首發媒體機的數據了，有的數據就看着一眼假呀，對吧？大家默認了都是假的。我覺得啊，如果再不把媒體機特調這個事兒完全挑明了說啊，今年這幫廠商只會更加的肆無忌憚，這只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信力。所以啊，今年這期大橫評，我們連避嫌都不避了，直接把哪家廠商哪個機型打出來，赤裸裸的來對比一下各家送測的媒體機和賣給消費者的零售機，到底差了多少呢？來吧，揭曉答案吧。首先是極少數完全沒有特調的廠商，就是蘋果 iPhone。甚至因為 iOS 26.1和26.2系統在不斷的優化，你其實看它的幀率和功耗，新測的零售機普遍還比當時送測的媒體機表現還更好了。當然了，你也可以說是26.0系統的首發太屎了啊。但反正蘋果這邊呢，確實算是比較老實的。而參測的各大安卓廠商啊，幾乎就全部翻車了。由於大家首發測的分辨率都不一樣，所以我們這裡就先別橫向對比不同的廠商，我們後面會統一比較的。但我想說的是啊，就是無一例外，大家都在特調作弊，沒有哪家是無辜的。你比如搭載了天玑9500的 Find X9 系列，媒體機奔鐵在900多 P 的分辨率下是能跑滿幀的，零售機直接跑不滿了，掉到了50幀出頭啊。隔壁的 vivo 也沒好到哪兒去，雖然零售機跑700多 P 也能接近滿幀，但功耗比媒體機高了1.3瓦，5瓦多的機器高出1.3瓦的功耗，可想而知媒體機特調有多離譜啊。那高通機型這邊呢，像一加的話就得看機器，815的1+15媒體機30分鐘全程滿幀，而零售機就只能堅持15分鐘了，這已經算是特調幅度比較小的了，因為它是第一個出的嘛，就缺少特調的參照物啊。而像 A46啊、A46T 這些後面的次旗艦也都是存在明顯的媒體機特調。實際上 A46T 我們當時還是等到上市之後再拿零售機複測了才做的評測，你對比功耗就知道這調的有多狠了。iQOO 15的特調相比一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不僅幀率和一加15一樣，只能夠滿幀15分鐘就會開始降頻，功耗更是遠高於媒體機。小米的情況比較的複雜，像17系列的這3台機器呢，首發的媒體機，它的 VRS 可變着色率都是強制開啟，無法關閉的，通過損失畫質來節約性能。這個我們在17首發的視頻裡就已經提醒過大家了。那上市之後啊，終於能夠關 VRS 了，但這些零售機測出來就明顯不如當時的媒體機啊，性能調度差一截，功耗也高了一截。
紅米的 K90 Pro Max 啊，倒是少數作弊幅度不大的機器，但標準的 K90 和 Turbo 5 Max 都有非常狠的特調，零售機的性能差了不少啊。榮耀這一邊 Magic 8 Pro 的零售機啊，不僅幀率更低了，功耗也高了1瓦，發熱是大了不少啊。大家心心念念的榮耀 Win 也不敢減，雖然零售機穩幀依然強，但功耗跑到了8瓦以上，暴漲1.7瓦。這個發熱就導致幀率也沒法像媒體機那樣全程頂滿了。到了後半段，因為發熱，幻影穩幀就退出了，所以你看它的這個1%low 幀是遠遠不如像媒體機上那麼好了啊。至於努比亞跟紅魔呢，也是老慣犯了。零售機的性能雖然給力，但功耗免不了要高出一大截來啊。媒體機這種幀率差不多、功耗低不少的情況呢，是相當的普遍。最後落實到机身溫度上，你看這測出來差距就非常大了。觀眾一看你首發評測，哇，這溫度能接受啊，結果買回去一玩，哇，發熱爆炸，根本跟評測裡不一樣啊，這種事兒實在太常見了。除此之外，有些同學可能也發現了，就是很多後出的機器，它的特調会比先出的機器更嚴重啊，這就要聊到廠商內部為什麼會選擇對媒體機特調了啊。比如 A 廠商首發旗艦平台，那我們測了 A 的成績出來之後呢 ，B 家的領導看到我們測的 A 的成績啊，就會給自家的工程師提這樣的要求：你們調的機器它的表現測出來必須要比 A 家好，不接受比 A 家差的成績。那領導自己可能也沒想要作弊，他只是對自己團隊太有信心了，覺得自家的這個實力沒理由比不過其他家，就這麼安排下去了。但再強的工程師團隊，他也要遵循物理定律啊！用着一樣的芯片，除非 A 調太爛了，否則你何德何能 B 就一定能幹過 A 呢？最後工程師們不作弊，就完成不了領導的 KPI，自然就能求助於歪門邪道了。那 C 的領導一看，哎，這個 B 怎麼又這麼強了呢？他們家能做到，我們憑什麼又做不到呢？哎，我們做出來一定又要幹翻 B。C 家的工程師就很無奈了，既然人家做了 B， 那我也只能做 B 才能趕上了嘛。所以一開始可能只是輕微的特調，但後發的廠商永遠不甘於落後先發的廠商啊，所以這個作弊程度呢就不停的滾雪球，最後甚至是一言加辣。所以今天我就借着這期節目的機會，希望引起大家對於媒體機作弊的這個重視，也是呼籲各大手機廠商認真調教，少把精力放在這種幺蛾子上啊，最後被我們查出來你自己丟人，真的沒必要啊。不過有壞消息啊，就也有好消息。好消息啊，就是這一代的旗艦機已經基本杜絕了高壓遊戲裡亮度大幅跳變的情況，甚至連最新一代 iPhone 在我們的測試中都沒有怎麼降亮度，或者說至少在我们300尼特的這個測試環境下，沒有哪家降到我們能感知出的程度。看來這個小劑量已經基本上退環境了。好，那麼言歸正傳啊，過去這1年的手機遊戲性能到底哪家最強，哪家能效發熱的控制又最好呢？我們先從一個剛推出的還沒來得及進各家白名單的遊戲說起好了，就是《明日方舟：終末地》。終末地，我們前一段時間做了專題視頻聊過，我們其實和鷹角的技術同僚們做了很深的交流，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這個遊戲的線程設計，它會比較利好雙超大核的 CPU 等等。還沒有看過那期視頻的同學，可以先去看一看啊。這一次橫屏呢，我們就統一採用了極高預設加極高渲染倍率，1036P 的分辨率，測試路線還是整個遊戲裡 CPU 壓力最大的50層索道跑圖。那我們就來揭曉結果吧。毫不意外的，在《明日方舟：終末地》裡，綜合能效表現最好的機型是 iPhone 17 Pro Max， 不僅性能上全程滿幀，沒有任何掉幀，功耗更是控在了超低的整機5.1瓦，遠低於各大安卓機型啊。結合1%low 幀和我們的體感來看啊 ，iPhone 17 Pro Max 的遊戲體驗絕對可以用絲般順滑來形容啊，幾乎沒有任何卡頓了。相比之下 ，iPhone 17 Pro 的調度就比 Pro Max 要慫得多了。雖然它的散熱也很好，但策略非常的保守，跑10幾分鐘就溫控降頻了，整機功耗只有4.9瓦。反而 A19 的 iPhone 17標準版，它的表現還會更好一點啊，平均56幀也是非常流暢的啦。安卓這邊表現比較好的機器呢，就包括愛酷15兩兄弟、一加15、努比亞紅魔兩兄弟，以及榮耀 Win 和 Magic 8系列這幾個8億5的旗艦機。愛酷15這邊只有到20分鐘後才有輕微的幀率波動，整體是保持在了58的平均幀，所有核心呢都控制在了平均1.6G 左右，使得最後的功耗也控在了6.4瓦，還是不錯的。愛酷15 Ultra 雖然定價過於離譜啊，但它也確實是少數真正做到了全程滿幀的安卓機型。而一加15的表現和愛酷15有點類似啊，甚至於它也一樣把 CPU 跑在了1.6GHz 左右，所以幀率也差不多高，功耗呢也差不多。
紅魔和努比亞的做法也是比較雞賊的，哪怕開了覺醒模式之後啊，他們也不會真正拉滿了跑，所以也就是跑到平均57幀，還是會有各種小波動的啊，但至少也是把功耗給控制住了，發熱還算合理。榮耀 Magic 8系列也算是調得相當不錯的，而榮耀 Win 的功耗啊相對有點高了，這兩者的幀率都還能夠保持在56到57幀的水平。但最讓我意外的是榮耀的2台8E機型 GT Pro 和 Win RT， 這兩位在用着8E的情況下，一樣可以跑到非常高的幀率，甚至於Win RT 的能效完全沒比自家的8E5大哥 Win 要差多少啊！這下你知道8E和8E5的差距有多小了吧？然後啊，還有一些能跑到高幀率的機器，但它們的功耗並没有優化得很好。首當其冲的就是紅米 K90 Pro Max， 看起来56.4的平均幀還不錯，結果一看調度，人傻了，這 CPU 是直接衝着3G 赫茲跑啊！前10分鐘功耗朝着10瓦狂飆，果然後面撐不住降頻了，全程平均8.2瓦，合着這是壓根沒調過啊，怎麼剛怎麼來了。小米本家的17系列的4台機器情況也不樂觀啊。小米17 Pro Max 同樣是上來非常的剛，但是它的散熱又不像 K90 Pro Max 那麼好，結果就很快降頻了。能效不好看的同時，溫度直接爆炸，朝着50度一路狂飆啊！而2台中杯小米的幀率和能效也都差不多，前面不要命的猛跑，後面瘋狂降頻。不算上還沒發布的三星啊，這幾位在8E5裡算是現在吊車尾的水平了。實際上啊，有很多的8E機器的表現都不遜色於8E5，除了剛剛提到的榮耀外啊，愛酷 Neo 11、一加的 Ace 5 Pro、小米15 Ultra、Final X8 Ultra 這些機器也都能夠跑到50幀以上，並且呢功耗也都不高，而其他的8E機型普遍是跑到40多幀的樣子。大家可以看看你感興趣的機器是個什麼水平啊。然後啊，就要聊一聊天玑機型了。我們之前也講過啊，中摩的對於發哥這種單超大核旗艦來說不太有利。果不其然，9500機型確實不怎麼樣啊。這個 X9 和 X300系列呢，雖然說幀率並不算低，但是功耗卻比高通陣營要高出非常多，都是跑到7瓦以上的，能效完蛋，溫度感染。更逆天的是搭載了天玑9400 Plus 的爱酷 Z10 Turbo Plus， 還有紅米 K80 至尊版。爱酷是太剛了，而紅米是遊戲不在白名單裡，根本沒調過，直接功耗爆炸。最後還有幾台8Gen5的新機，我們也測了一下。實話說，8Gen5在中摩的裡的能效絕對是不如8E的。這幾個機器功耗都飆到7瓦多了，幀率也才40幾幀啊，看起來並不太行啊。應該說，8Gen5少得可憐的緩存，最不對付的就是這種地圖串流、I/O 承壓的場景了。高速移動時，大量的資產湧入緩存，對於8Gen5來說真的是要老命了。最後，我們從強到弱，給大家完整放一遍中摩的裡的這些旗艦還有次旗艦啊，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的預期呢？中摩的作為新遊戲，我覺得加在橫屏裡是打了某些廠商一個措手不及啊。現在這些安卓廠商都極度的依賴白名單機制，那我們測的還是熱門遊戲呢。你要是玩的是白名單外的遊戲，那你真別指望這幫廠商能有什麼好的表現啦。那我們接下來就測一個鐵定在白名單裡的移動端大作，就是明朝了。3.1 版本的明朝質量不錯，很多同學都回坑了，但很不幸啊，這個遊戲的負載依然是相當的高啊。我們這一次就更新了測試路線，沿着拉海洛的這段環路騎摩托車，全程衝刺跑圖，同樣會有大量的資產串流，這算是開放世界遊戲比較難處理的。那我們在安卓端統一開到最高檔864P 的分辨率，全最高畫質啊。不過明朝在 iOS 端限制了最高分辨率，只給到了718P，所以橫向比較的時候就得注意了。但即便是分辨率比安卓低的情況下，明朝在 iOS 上的能效表現依然是不如安卓端的。iPhone 17 Pro Max 沒法全程頂滿幀，平均57.2幀，6.2瓦的功耗和864P 的815機型比起來都有點偏高啊。不過 iPhone 居然罕見的在遊戲裡跑出了6瓦級的功耗，這17 Pro Max 的散熱釋放確實要比以往的 iPhone 激進很多啊。另外2台偏保守的 iPhone 17 Pro 還有標準版的17就沒有那麼舒服了，718P 也才跑到50幀啊，放在安卓端也就跟一些好的8Gen3機型差不多。明朝啊是基於虚幻4引擎開發的，那 Epic 和蘋果畢竟是法庭熟人的關係，所以 iOS 的優化差也算是意料之中了吧。那麼有沒有哪一家的機器跑明朝比較強的呢？似乎看起來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幾位啊。815的旗艦裡，首先就是努比亞和紅魔這2台機器，滿幀無壓力的同時，功耗也控在了5.6瓦，算是取得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衡啊。榮耀的表現也很不錯，Magic 8 Pro 和 Win 都能夠做到滿幀無壓力。還有就是愛酷啊，爱酷15 Ultra 也跑出了完全滿幀。
iQOO 15呢也同樣跑出了趋近满帧，并且功耗还控得挺低的，在性价比旗舰里算是挺不错的。米西旗舰在明朝里的表現倒是没有像中墨地里那么拉了。毕竟进了白名单啊，小米17 Pro Max 和红米 K90 Pro Max 都可以做到接近满帧的同时，功耗跑在合理的水平。不过小米17 Pro Max 受限于背屏，它这個散熱確實是不怎麼樣啊。K90 Pro Max 的散熱倒是相當的可以啊，溫度和紅魔差不多低了。不過眾所周知，這8E5相比8E也沒什麼進步，這一點在明朝裡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啊。其實有很多的8E機型跑得也非常不錯，像 Realme GT8 呀，還有1+A16啊，榮耀 Win RT 呀，包括iQOO Neo 11啊，還有像 X8 Ultra 和 X200 Ultra 這兩台影像旗艦，都能在明朝裡跑到接近60幀。同時，發哥機型在明朝裡的表現也還不錯。天玑9500的 X9啊，還有 X300系列，儘管不像一些8E5的機型頂得那麼滿，但也可以用比較低的功耗跑到接近滿帧啊。甚至像紅米 Turbo 5 Max 啊，還有1+A15至尊版這些基於9400的機器，也有挺不錯的一個性能。那有好的，就一定也有不太行的。比如1+15，當時媒體機測得非常順，結果現在的零售機跑明朝，18分鐘後就開始溫控鎖45幀，體驗甚至不如自家的8E機型 A46了。同為一加的 S5 Pro， 還有1+13T 也有類似的鎖幀策略，包括兄弟品牌 Realme 的 GT8 Pro 也是如此，玩了11分鐘就開始鎖45幀，還不如自家的 GT8。小米17 Pro、17 Ultra 還有標準版17這3款8E5的旗艦表現也都不怎麼樣，玩着玩着就開始降頻掉幀了。更離譜的要數紅米 K90 了。作為一個8E機型，才跑7分鐘就鎖30幀了，然後時不時恢復60幀運行，又跳回30幀，你就看看這個幀率曲線，這都什麼玩意兒啊？這遊戲能流暢就有鬼了。我說實話啊，這個 K90 和他自家大哥 K90 Pro Max 比起來，它簡直就不是一個團隊做的呀，太拉了。其他的8E機型我們也都測了，反正誰好誰壞，你一眼就能看出來了。倒是8進5機型在明朝裡的表現就沒有像中墨地裡那麼差了。3款8進5機型都能夠保持58幀以上的平均幀，除了 A16T 以外的另外2款呢，功耗也都還算是比較可控的。單說明朝的話呢，8進5這個表現其實並不比8E的機型差，而小米玄界相比中墨地裡硬剛9500來說啊，在明朝裡的性能算是比較差的了，玩一會兒就會降頻掉幀了，平均不到50幀。最後也是給大家來總攬一下明朝的成績，看看你感興趣的機型表現如何吧。然後啊，就是節目裡的常客崩壞星穹鐵道了。黃金的時刻至今還是手遊壓力的一座高峰啊。不過崩鐵在 iOS 端和一些8E機型以及所有的8進5機型上都限制了700多 P 的分辨率，這些機器我們是沒法參與 981P 的對比的啊。所以我們2輪其實都測了。先來看一下 981P 的高負載測試。毫不意外的，在崩鐵裡最頂的2台機器，一個是紅魔11 Pro， 一個是榮耀 Win。紅魔這邊也沒什麼奇技淫巧，就是精準的把 CPU 性能控在正好夠用的程度。你看平均下來，超大核 1.4G， 中核 1.2G 多，其實並不高。崩鐵因為壓力很大，跑到這個程度就已經7.6瓦的功耗了，但紅魔還是能夠壓住的。同時它的幀率可以跑到幾乎滿幀啊。這個很明顯是針對場景調過的，主打一個遊戲手機一定要重視遊戲啊。不過紅魔的表現也並非完美啊，雖然性能調教頂級，但我們在測崩鐵的過程中啊，就遇到了斷觸問題。11 Pro 的屏幕左右兩邊觸控完全失靈，只有退了遊戲重新進才能解決。這代紅魔換用了新式的觸控方案，軟件上可能還有優化不到位的地方，看來還需要再磨合。榮耀這邊的表現也是很不錯啊 ，Win 哪怕不開幻影穩幀，在前25分鐘也是可以完全頂滿60幀跑的。25分鐘後啊，出現了一些小波動，但降頻也非常的輕微，這一段也有57幀。整個30分鐘下來呢，平均是59.3幀，功耗7.8瓦。從溫度上說有點勉強，但也算是壓住了。開了幻影之後啊，其實對於後面穩定降頻的這一段是沒什麼幫助的。幻影主要是能夠改善前面頂滿60幀時的1%漏幀，讓你不會有時不時卡一下的感覺。這種小掉幀的問題，哪怕是其他家補到120幀，其實也是沒法解決的。前面的這一段確實體驗上非常明顯，1%漏幀幾乎也是頂滿60幀的，特別的絲滑。不過981P 的崩鐵功耗太高了，所以後面發熱上去之後就自動退出幻影了。總體來說 ，Win 的表現還是很好的。
但我想說，榮耀的幻影穩幀啊，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技術。這一次我們零售機測出來呢，開幻影是會引入一些延遲的，和我們通常說的補幀延遲不一樣。幻影的這個延遲主要是來自於3重緩衝。你其實可以看到，這樣拖的時候呢，幻影有時候就會出現不跟手的情況，它比正常情況會多拖0到2幀。因為幻影穩定出幀的前提是它的這個蓄水池裡得有幀，所以榮耀通過3重緩衝把它這個蓄水池給加大了，以免需要幀的時候給不出幀，但這就會增加延遲了啊，并且會讓渲染和輸出解耦。雖然確實幹掉了小卡頓，但代價呢就是你玩起來感覺這個手感有點肉肉的。另外啊，就是幻影穩幀在 Magic 8系列上似乎有 bug， 開着是沒問題，但並不能正常關閉，就是它把穩幀關了，但是3重緩衝沒關，等於你關了幻影完，延遲還是在啊。那 Win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只有 Magic 8系列有，我只能理解為需要修 bug 啦。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機器呢，是爱酷15 Ultra。光從我們測的幀數來看，它跑的是非常的猛啊，1% low 幀居然都能跑到59啊，這簡直逆天了。但是實際玩的時候就感覺到不太對勁了。雖然確實也很流暢吧，但肯定是沒到59的 low 幀那種程度啊。如果是59的 low 幀，那幾乎就是完全固定了16.67毫秒出幀才對啊，手感應該是很絲滑很絲滑的。但實際上它這個手感呢，更像是沒開垂直同步的感覺。就是虽然說很跟手啊，但是它的這個幀生成時間是不穩定的。那我們決定深究一下，仔細抓完 Trace 之後，我們就發現問題了。它的合成器與遊戲的渲染出幀似乎是完全脫節的。合成器始終是以60赫茲的節奏固定刷新屏幕，但根本不會等待遊戲幀。也就是說，不管遊戲這一幀有沒有準備好，合成器都會每16.67毫秒刷一次屏。所以測試軟件讀到的始終是一條完美的60 FPS 直線。可對於遊戲來說，在沒有觸控輸入的時候呢，它甚至都收不到來自合成器的垂直同步信號啊，更新節奏和60赫茲完全脫節，遊戲實際上是按照自己的節奏在跑的。只有當出現觸控輸入的時候，遊戲才會重新收到 VSync 信號，更新間隔逐漸重新貼合60赫茲。同時，愛酷也會把 GPU 頻率短暫的提平，把渲染時間壓到16.67毫秒以內，然後再等待下一次垂直同步繼續渲染。整個過程中啊，合成器是始終穩定60 FPS， 但遊戲實際上的幀時間卻是在漂移的啊，就是一幀快一幀慢的感覺啊。我們不管這種不開垂直同步的感覺好不好，或許這樣是能夠降低延遲，對吧？但是你只需要知道一點，就是這樣測出來的幀率並不真實就行了。這種測試工具抓不出的騷操作只會越來越多，所以啊，我們以後也會慢慢引入基於視覺的算法來測遊戲啊。反正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總有辦法抓到你的。那回到我們的橫屏當中啊，這個8億5的努比亞 Z80 Ultra， 還有8億的榮耀 Win RT 跑奔鐵也都是非常的猛啊。但這兩位都是拿功耗換來的。8到9瓦的這種逆天功耗下，溫度已經完全爆炸了。尤其是努比亞的 Z80 Ultra。它的覺醒模式啊，甚至比紅魔的覺醒模式還要更高啊，溫度直竄50度以上，我願稱之為熟人模式啊。K90 Pro Max 的這個表現倒是挺值得表揚的，確實啊，這代紅米旗艦在白名單內的遊戲表現是還不錯，算是米系第一啦。Realme GT8 Pro 和愛酷15差一點兒，但也都還算是不錯的。再往下的各種8億5、8億、9500、9400機型就都做一桌了。大多數機器都是徘徊在50幀以上，功耗都超過了7瓦，這算是普遍水平吧。那有沒有比較爛的機器呢？也有，比如一加 S6、爱酷 Neo 10 Pro Plus、一加 13T、Realme GT8 以及紅米 K90。哇，這位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幾個8億的機器啊，包括還有像小米15S Pro 啊，他們這些呢，奔鐵 981P 都是沒有跑上50幀的。我們接下來把分辨率都降到763P，来看一下蘋果和次旗艦的情況。回到了 Unity 引擎後啊 ，iPhone 的能效似乎又活過來了。同為700多P 的情況下呢 ，iPhone 17 Pro Max 滿幀功耗控制在了5瓦出頭，還是比8億5旗艦要低不少的。幀率基本上是全程跑滿，性能還不錯。標準版 iPhone 17和17 Pro 的幀率波動會更大一點，但也都還是比較流暢的。
700多 P 的分辨率下，基本上大多数当代的815啊、9500啊，还有8E，甚至3台8Gen5的终端机都能夠接近满帧流畅運行了。但也有幾個坑爹的例外啊，比如小米17標準版啊，再比如再一次點名紅米 K90啊，都是很慫的一個調度策略啊。這一次測本帖啊，我們決定啊，在700多 P 這一檔大家都能夠跑的設定下呢，再加測一輪30度5G 的魔鬼測試數據。基於我們自己搭建的這個5G 核心網，極寬電信，我們是首次打通了5G 遊戲功耗的測試啊。現在的30度5G 魔鬼測試下，我們還能夠看到相比常溫 WiFi 環境，功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啊？果然啊，換到了高溫5G 環境下呢，就倒下了一大片啊。能夠堅持下來的都是好漢啊。iPhone 這邊17 Pro Max 是不負眾望，在30度5G 下还是能夠基本堅持接近滿幀的。相比25度 WiFi 並沒有損失太多性能。這一代 iPhone 在散熱上的進步是有目共睹啊。1+15和 A16，甚至8Gen5的 A+A16T 呢都沒有怎麼出現掉幀，包括參測的所有愛酷，還有榮耀 Win 和 RT 啊，紅魔和努比亞呀，以及紅米 K90 Pro Max 啊，還有 Turbo 5 Max K80 至尊版，包括 Find X8 Ultra 和 Realme Neo 8，好像在這個魔鬼測試裡也都是比較堅挺的。然後啊，幾台天玑9500的機器，這個 X9 系列和 X300 系列呢，在30度5G 下有輕微的掉幀，但也算是堅持下來了，帧數也沒有太難看吧。當然了，也有戶外影響比較大的机器，比如溫控非常慫的 iPhone 17 Pro 啊，比如小米17全家桶啊，玄界加上外置发哥基带的小米15S Pro 啊、15 Ultra 呀、Realme GT8 Pro 啊，都是在30度5G 環境下受到了很大影響，掉幀比較嚴重的。從功耗上說，其實倒是挺讓我們意外的啊。這個5G 場景的功耗並沒有比 WiFi 高太多，雖然有些機型確實5G 的功耗會高一些，但也有5G 跟 WiFi 的功耗差不太多的機器。這個甚至還是在疊了30度高溫 debuff 的情況下啊。從我們的經驗來看啊，5G 要想非常耗電呢，得是比較低信號的場景，或者是頻繁切換小區、頻繁搜網之類的。那遊戲其實只要不是雲遊戲，就沒有那麼吃網絡帶寬。像我們這種實驗室測試，如果不用很低的信號強度，5G 和 WiFi 未必能有功耗上明顯的差距吧。最後啊，我們也測了壓力比較小的王者榮耀。由於 iPhone 只支持120幀高清，所以我們就不拿來跟120幀極致設定的安卓機來對比了。我們來看一下各家安卓旗艦的能效控制做得怎麼樣啊？那讓我完全沒想到的是，最強王者能效的桂冠是被 OV 兩家的天玑9500机型給摘走了。X9 系列和 X300 系列都跑出了3瓦左右的最低整機功耗，包括1+A15 至尊版和爱酷 Z10 Turbo Plus 這兩台9400機型功耗也很好看。相比之下，各大815旗艦王者能效比起8E是沒有任何優勢的，這也非常合理啊，畢竟這一代高通的這個低頻能效就是毫無進步嘛。需要注意的是啊，王者因為負載低啊，所以整機功耗裡屏幕的比重會比較高，大家也千萬別直接把這個整機當成芯片功耗來解讀啊。那王者的流暢度主要是參考 low 幀的表現，如果你打王者比較多的話，也可以看一下我們測這個 low 幀來選擇啊。那除了性能測試外，觸控也是遊戲裡很重要的一環吧。這在旗艦機打遊戲的時候，觸控延遲高不高呢？跟不跟手呢？我們這一次也對點擊延遲做了測試。首先，我們和去年一樣，先開啟各款手機的性能模式或者遊戲模式，測了《和平精英》裡從觸碰開槍到畫面上槍口冒火的鏈路延遲。我們去年就講過，由於垂直同步的存在，鏈路延遲並不會是一個精確值，有的時候可能按上去很快就響應了，有的時候按上去可能要延遲一會兒才會反應，所以我們的測試就得測非常多輪取平均值。並且我們這一次也會多測一個標準差，來看一下大家延遲的波動範圍穩不穩定。那先來看看和平精英，你猜猜看表現最好的是誰呢？是榮耀的 Win 和愛酷15系列，這3台機器都做到了僅35毫秒左右的鏈路延遲，這甚至已經接近很多遊戲 PC 的鏈路延遲了。這一方面歸功於像榮耀 Win 它是做到了480赫茲的觸控採樣率，2台愛酷15的300和360赫茲也非常的高。另一方面，這兩家確實在觸控優化是下了功夫的。那有沒有誰的表現是一眼比較差的呢？iPhone
我们實測今年的3台 iPhone 在和平精英裡鏈路延遲都達到了60毫秒左右，在參測的所有機器裡也是處於吊車尾的水平的。其他這些安卓機似乎在和平精英裡的延遲表現都差不太多，都是維持在40到50毫秒左右的這個區間。但如果看標準差的話，有幾個延遲表現相對不穩定的，比如 vivo 的 X300系列呀，還有小米的17 Ultra 以及努比亞的 Z80 Ultra 都是需要好好優化一下的。本來我以為這應該就是大家的觸控表現了吧？iPhone 的延遲果然遠遠沒有坊間謠傳的那麼好嘛。直到我們引入了一個新的測試，就是默認電池模式下的白名單外的應用。我們自己用相同的框架寫了一個空白 App， 跑在安卓和 iOS 上，再來測一遍大家的鏈路延遲。這一次的結果就和和平精英裡完全不一樣了。3台 iPhone 的延遲甚至比和平精英裡降低了將近20毫秒從遙遙落後變成了名列前茅。為什麼延遲能低這麼多呢？主要就是少了和平精英圖形引擎渲染的延遲。事實上並不是 iPhone 的延遲高，而是 iOS 版的和平精英的延遲高，或者說很多 iOS 版遊戲的延遲高。相比安卓版本呢，這些遊戲的 iOS 版的渲染鏈路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它們啟用了3重緩衝，這會導致額外的延遲。實際上，蘋果的 Metal API 默認就會開3重緩衝，雖然你可以改成雙緩衝，但大多數的開發者不追求延遲，其實也就按照默認推薦的這麼開着了。那蘋果為什麼頂着延遲也還是推薦開發者用3重緩衝呢？這就要看看3重緩衝的好處了。我們前面講過，它通過多排隊一幀，把幀的蓄水池給變大了，來避免出幀不穩定。這蘋果的 iOS 一直都是視覺一致性導向、動畫驅動的系統，以他們的理念，嚴格的幀節奏比低延遲來得更重要。反正當我們換測了空白 App 之後呢 ，iPhone 的延遲表現就沒有像和平精英裡那麼拉了。那其他手機的表現怎麼樣呢？理論上說測試我們的空 App 完全是沒有圖形渲染的延遲的，只會比和平精英更低嘛。但實際上，絕大多數安卓機的延遲都完全沒有降低，甚至有些機器還更高了。這是因為安卓這邊的白名單機制發力了。只有檢測到白名單裡的應用，安卓才會啟用更靈敏的觸控感應。包括你可以看到，由於沒在白名單裡，幾乎所有安卓機的觸控採樣率都降低了。包括還有很多安卓機的觸控設定會受到電池設定的影響，只有性能模式下才有比較好的觸控體驗。比如小米系就是這樣的，把電池設定改回默認的均衡之後，大多數小米手機的延遲都高了一大截。在我們這個撇除掉圖形渲染後的空白 App 裡呢，你還能看到一個 iPhone 的優勢，就是它的觸控延遲範圍非常的穩定。我們測得標準差都是只有2點幾。等於這麼多人測試下來，觸控延遲幾乎沒什麼波動，都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區間裡。在參測機型裡，這算是數1數2的穩定度了。這也是為什麼一些音遊玩家會更青睞用 iPhone 或者 iPad， 因為有 offset 的關係，音遊其實並不追求絕對低的觸控延遲，只要你的延遲別太高就行了。但是iOS 的觸控延遲波動比較低，出幀很穩定這個是音遊玩家更看重的。而另一方面 ，iOS 的音頻鏈路也做得更好。我們這一次和喵斯快跑的同學做了技術交流，他們內部開發了分析工具，可以測出2個平台的音頻鏈路延遲。你可以看到 ，iPhone 不僅音頻延遲很低 ，iPhone 17 Pro Max 僅有28毫秒的平均延遲。更重要的是它的這個標準差遠遠比安卓機要來的小只有0點幾的標準差，這意味着 iPhone 的音頻是極為的穩定延遲不會忽高忽低。那安卓這邊的音頻表現呢，就很參差不齊了倒是也有音頻不錯的安卓機。那你知道安卓音頻最頂的是哪台呢？紅米 K90 Pro Max。雖然不及 iPhone 穩定，但是它的延遲是非常的低這個18毫秒的平均延遲簡直鶴立雞群而且你們也知道，這個機器的音質也很棒它這套音頻系統絕對是好好調過的。其實米系的表現整體都還挺不錯的，小米17系列的音頻延遲也是名列前茅，包括2台愛酷15以及榮耀的幾台旗艦也都不錯。但是安卓爛的機器是真的很爛比如 OPPO Find X9 這2台機器，哇，將近90毫秒的音頻延遲這個真的能玩音遊的嗎？還有一加除了15以外的所有這些衝低的機型，沒有一台表現好的。
再加上不少音游可能就根本不在安卓的白名单裡，玩家在买安卓机之前啊，根本不知道机器的音频延迟是不是稳定且正常的。这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音游玩家会买 iPhone 和 iPad 了吧？其實啊，我們本來還想引入一個新的延遲測試，就是滑動延遲。點擊延遲表現好的機器，它這個滑動延遲不見得也能很好啊。但是測滑動延遲就特別麻煩啊。如果不想一幀幀去數的話呢，就需要專門開發基於視覺的算法去測量。這個我們已經在做了，估計啊下一次再做大橫屏就能拿來用了啊。到這裡，我們的手機遊戲性能大橫屏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怎麼樣？看的應該還是挺爽的吧？對於手遊玩家來說啊，過去1年推出的這些新機裡面，最適合打遊戲的機器是誰呢？我幫大家省略一下。那首先，蘋果這邊 iPhone 17 Pro Max 絕對是很值得推薦的，歷史上遊戲性能、散熱表現最好的 iPhone， 只要你的預算充裕。安卓這邊815旗艦裡面，結合遊戲表現跟性價比來說，我覺得愛酷15和榮耀 Win 這兩個是最值當的。當然了，今天的評測裡你也看到啊，就是驍龍815相比它的前代真的是提升不大。那隔壁的天玑9500呢，也是給它機會它不中用啊。所以預算沒有那麼多的同學，我覺得你買8億的機器才是最划算的。就是得注意避開一些天坑，比如像 K90 標準版，對吧？當然了，今天這期視頻啊，只是說了遊戲嘛，我們後續還會拿着所有的這些機器來測續航、影像和流暢度，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好了，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乾貨足夠多，對你有用的話呢，一定要點讚、留言、收藏、轉發，關注我們極客灣的頻道。我是雲飛，新年快樂！我們下次再見了，拜拜。